大家好，因为我6月3号以后可能要到茨城那边，有点事情，可能要待1到2周，所以我提前做一期，先放到网上，做一期关于页面的。你去任何一个大的这种开发现场的 ERP 的开发现场，你从哪开始入手？一般情况下，你经验比较少的，让你先做一个 master 页面。那么这一节课，咱就一起学习怎么样做一个 master 页面。那么我们从最开始来，从 LCS 我们先登录一下 LCS。我们现在来启动这个云环境，开始。接下来我们登录远程虚拟机，我们拷贝密码，没拷贝上，我再拷贝一下。我们登录。虽然上节课的时候讲了一下本地的 on-premise 环境，但是由于它比较慢，我还是尽量用云环境来给大家讲解。我如果做页面呢，首先需要几部分呢？我简单总结了一下，就先做一个 label， 做 EDT， 做 table， 做 form， 做 menu item， 然后再做 menu。menu 的话是已经寄存的 menu 上加东西，不是新规的。前面这些都是完全新规的，这一套的东西。我们选一个寄存的吧，这样比较快一点。我们现在把这个 VS 打开了，打开之后，如果你没有扫流熊的时候，你要新建个扫流熊，到时候要在 File 这儿新建一个才可以。我们现在已经建了，我们在这基础上加 Project 就可以了。我们随便起个名字，比如说叫 Test 配置吧。我们选这 Project 类型的时候一定选 Finance Operations。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在这里搜索的话 Finance Operations 一搜它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点 Next。比如说我们这叫 Test 配置 ，Test 大写也行，小写也行 ，Test 配置 Create 就行了。我们在这里面加，这第一步是要加什么呢？我们要加一个 label， 我们怎么加呢？其实我这里做了一个，我看这里能不能新建 label 哈，新建 New Item， 我们在这里面可以选个 label Resource。比如说就叫 test 配置 ，test 配置。那我点完之后，其实是因为它是国际化的嘛，所以你这个label应该是有几种选择的可能性。现在页面已经出来了，我们下一步，这里我们可以选择语言呢，比如说我日语和中文啊，我再找个 J 吧，已经有英文了，我再加个日语的在哪里呢 ？J， 我们给它加进来。下一步，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它会在我们这个 project 里生成2个文件，一个是英文的，一个是日文的label文件。我今天讲的内容，希望大家就最开始不要想这是为什么，什么意思，先不要想太多。等我把这一遍走完之后，大家回头再想这是啥意思，为啥要干这个东西，或者你有时间的时候把这视频反复看几遍就好了。最开始可能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我们看见这 label file 打开了，确实很费时间。我们随便起个名字吧，比如说叫 M0001 label ID。它那个 label 叫什么呢？我们要做什么样页面呢？叫一个 master， 我们叫外部商品 master 这个表。那么我们可以叫，比如说叫外部商品 master，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表。这是那个表名，也是页面名称。我们再做一个 M002， 我们再加一个 M0003， 这是什么？比如说叫消息 code， 这个位置我们比如说叫消息卖。我们是在日语里加的，因为我们可能是也不用英文的，所以我们给它加成一致的，我们就把这个拷过来就行了，给它拷过来。这样呢，把名字也拷过来，我们把商品名也拷过来。这样我们的 label file 就做完了。我们做完之后，然后我们做 EDT， 就是这里的 EDT。EDT 是什么？就 data type。在这个 S 加开发里的你这个任何一个变量一个字段，你都得有个 EDT 类型，你都是一个固定的东西才行。那比如说我们建一个，我们点这个工程右键点 add 点 new item， 我们有 data type， 我们可以看见有这么多，我们全给它变成 string 型的。比如说商品 ID， 我们叫什么呢？叫 M code 小写、大小写都可以的啊。比如说叫 M code， 我们再建一个叫，比如说啊，就叫这个名字。我现在写不一致了，我想给它调成一致的，不让我调了，应该是可以修改的，叫 M code。那我们可以看这个
data 类型 data type 的属性，我们这边右键 property 就可以看见，我们可以规定它的长度，我们可以规定它拉贝罗名。比如说现在它默认是10，我们就不变了，就让它是10。这个拉贝罗我们是可以是找的。我们刚才定义的这个，我们给它找出来。我们这是 code， 我们就找一下，比如说叫商品 code， 叫商品 code， 搜一下啊，商品 code。但是搜的过程可能很慢，我们已经检索出来了。检索出来之后，我们点右键，我们点拷贝就可以了。我们给它关掉，在这个位置拷贝就 OK 了。那同样的，我们这个商品名字，我们也用同样的方法 property， 然后在这个 label 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它是3了，我们给它变成3。我们加完之后，其实我们可以把鼠标放到这个位置，下面这个就会显示出来。如果是个不存在的，这个它可能就是没有东西。这样说呢，我们这2个就属于字段嘛，就已经定义好了。定义好之后，第3步我们建一个表名，我们建一个叫商品名称的表，比如说我们就叫 mmaster， 那么我们建一个表的话在哪里头呢？在这个 data model 里头有，我们选 table， 比如说我们就叫什么呢 ？mtable 吧。要有重的话它会报错的，没有的话应该就可以的。我们试一下哈，我们点 add， 没有重复的，那么说明就可以用。同样的，我们把它的这个 table 的话也是有 ID 的，用它 ID， 叫拉贝鲁麦，我要给它放里头，我可能定义的是1，那么保存。我们可以看到叫外部商品 master， 它已经出来了。这个表里头目前为止什么都没有。我们现在把这2个字段给拽进来，我们直接拖就可以了，拖进来。当然我不拖，我拷贝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点拷贝啊，在这点粘贴也是可以进来的。这个我们新建的这个表可以用我自己定义的字段，也可以到这里面找我们系统已经有的各种字段，都是可以的，都是没问题的。这样我们表里2个字段已经加好了。比如说我想给这个表加个主件，我们不想让它 code 重复，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在 index 这个地方加一个叫 new index， 比如说我们就叫那名随便起个叫 key index， 类似这样的啊。这 index 上面有个 allow duplicates， 允不允许重复，我们选它不允许重复 no，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字段给它拽进来。mcode 怎么还是大的呢？它继承了一个，我们看一下啊，它继承了有个叫 mcode 的一个字段。我们这个先不管它了，这个先不纠结它，我们给拽进来啊，给它拽进来。这样式的，我这个组件相当于设好了，非重复的组件已经设好。当然，我这组件可以是一个，可以是组合的。组合的时候可以，比如多子段组合给放进来就可以了，它就是非重复的，就 OK 了。我们这个表就已经建完了。下一步我们建 form， 我们new 个 form。但是第365标准里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如果你想让它快捷的通过别的参照途径用的话，你 form 名和 table 名必须起成一致的，必须是一致的，而且你 menu item 名都要，它3个都要一致，这样你用起来的时候就特别方便。等以后演示的时候再说啊。现在下一步的话是建 form， 我们名字呢也叫 mtable， 我们其他一个名字，我们点项目名，点右键，点 add new item， 然后这边就是 form 在哪里头呢？在 interface 里有个 form， 我们起名字必须跟表名一致啊。我们 add， 这里就进来一个表，这不叫表，这叫页面。页面里头它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 data source， 就是我这个页面我用哪个表，我们同样的可以把这表给拽进来。我们表哪去了？我们 form 在这儿哈，我们表在这儿，我们拽进来了。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页面用到哪个表，我们就知道了。那么我们在右边这个地方，就是要设计它 pattern， 我是什么类型的？比如说我 master 表是一览型的，还是带小页面的，还是带就是不同的 tab 的，这都是可以定义的。我们随便选一个叫 custom 的，我们右键，最下面有个 custom， 这个 custom 和那个默认的它有一个最重要的不同。当然它也正常情况下页面应该选的 pattern 应该叫什么？应该叫 list 配置。但是 list 配置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它页面它一套路它比较特别小，特别难看。这应该是微软的 FO 的一个 bug。咱现在先不管那么多，咱先选一下 custom， 因为我这很简单嘛，我就做一个里头去做
grid 一个表格就行了。我们这名字我们先不改了，比如说叫 grid。那么我们这 grid 里头有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把这里头东西给拽进来。比如说啊，我们可以把这个 mcode 和它俩给拽进来。然后我这 form 的名字我也要给它定义一下，就 title 嘛，我们必须有 title 的。这 caption 这个就是title，我们把这个给它设成一致的。我这里头我给它设成一致的 caption， 我给它设成叫这个名字。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表说白了，这个 form 我们就建完了，页面也建完了，剩下我们做一个 new item 名字我们给它起成和这个 table 一致的吧，给它一个名，和 form 是一致的。我们 add new item， 我们选这个display menu item。我们正常的表，我们正常页面或者显示的东西，一般时候是 display menu item。它 menu item 有3种，一个是 output， 一个是 display， 一个是 action menu item。display 一般是账片所用的 SSRS 啦，或者 SVF 啦，就是 Salesforce 有一个账片，有时候这边也会用 ，FO 也会用。然后 action menu item 的话，正常情况下就是我们做一些个页面上有个宝探，这个宝探做一个各种操作，或者起个小靶七一样的东西时，有时会用它。我们点 add 进去之后，我们在这个类型里头选，我们可以选很多种类型。那这个是 form， 当然这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当然你可以设成 class 啊，你可以设成 query 啊，设成这个账片都没问题的。我们正好是它，所以我们就选一下，比如说 mtable 没有呢。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就设好了。虽然设好了，但是我们这个 menu item 的这个名字拉贝鲁我们也要设一下 menu item 在这里，然后拉贝鲁。当然你这个help text 也可以的，就是你鼠标放上之后，它显示的东西你可以配。就是我们到这一步了，最后一步我们在 menu 里头做这个东西。我们想让它在什么地方显示呢？我们想让它在 Handbyte Marketing 这个里头显示它。那么我们找 Handbyte Marketing 的 menu， 在 and Marketing， 它有一个这个叫 menu 的东西。我们这里因为要 customize 它，所以我们正常情况应该是点右键点 Customize Create Extension， 是这样做的。我点试一下啊，比如它叫 First Solution 1，那么我们再给它打开。我们打开之后，我们给它在设定的下面，往上在这个位置往给它显出来。我们再给这个东西给拽进来，就是 menu items 我给拽进来。但是它放在最后了，我们想放在前面，看着容易点。我们点 Alt 加小箭头，上下左右小箭头就可以移动它了。比如说我们给放到第1位啊。好，我们保存之后，下一步我们干什么？我们到最后一步都已经做完了。我们下一步就是编译这个 product。首先编译它，看它有没有错，有没有问题。另外一个编译之后，它可能是变成可执行文件了。但是这过程你第一次启动这个 VS 的时候，第一次编译时候比较慢，每次都是第一次非常非常慢。当然你第一次起这个，你抛塔路也是非常慢。我起错了，我应该在这里面起一下啊，我起一下抛塔路。这抛塔路第一次起也是非常非常慢的，你编译第一次也非常非常慢。它最后会有一个提示，就是成功了。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有一个stopping 8 jobs， 就这个东西表示出来的时候，就说明它已经成功了。然后它成功之后，我们下一步干什么？我们要进行 DB 同期，右键 synchronize with database。就是为什么有 DB 同期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跟 DB 相关的 table 这些东西是跟 DB 相关的。我们跟 DB 相关的任何操作，我们都要进行 DB 同期，因为我们这边看到的东西其实并不是真正的 DB， 它只是一个 DB 跟 DB 1对1的一个 object。 我们 object 我们已经建完了，我们同期的时候，他们就会在 SQL Server 那端给它1比1的做成一个一样的这个表才能用。所以你光编译是不行的，我们必须 DB 同期。你有任何表结构的变更，应该叫 DML 吧，就是你的表结构的任何变更，包括 build 的，包括 query 的，你有任何这种变更，你都要在这嘎进行一下 DB 同期，否则没法反映到后台，所以不好用。你执行的时候会报错，会报一个 error。
实在不好意思，刚才我给这个 EDT 改了个名字，结果它没有找到，我把名字又改回来之后，重新编译了一下，现在 DB 同期成功了，这些 synchronized started 下边有个 completed， 这就说明 DB 同期成功了。我们每一次重新编译之后，其实页面重启，因为你正常我访问是访问不了的，必须重启一下，我们刷新一下就可以了。刷新一下之后，它有一个确实比较费时间的地方，就是开发为什么费时间？我们每修改一个东西，看看效果，我都右键repeat6道，我一点，这样就得重启。这个重启的过程很费时间。还有费时间的地方，就因为你正常的现场开发到晚上，它到一定时间会自动关机，自动关机之后一起来半小时1小时没了，特别费劲。就是 VM 会自动关机 ，LCS 那边设的 ，Other 那边虚拟机那边可以设，但是你那边的自动关机，它有2个关机的地方，一个是在 LCS 进行关机。另一个是在关机 ，Other 那边关机的话，其实氪金还会继续，所以那边即使自动关机了，你这边必须得点一下停止，要不然它还继续给你收钱。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当时没给大家看最开始的image，我们其实是想在这 Handbyte Marketing 这设定的地方给加一个叫外部商品 master 的东西。我们一看到这里已经加好了，这就是我刚才加的东西，然后我点 click 一下，这样的话就进来了。比如说我现在啥也不做，我点编辑，我点保存。其实我们这个地方想要给它变成必入力的，那现在它不是必入力的，我们要改一下表。我们怎么改呢？我们在表的地方右键，我们点这个位置有一个属性，就是这表的字段的一个属性叫 mandatory， 我们改成 yes。因为我们的表有变更，所以我们还必须要重新进行一个备注到，进行一个 DB 同期，所以这个时间其实都浪费到备注到 DB 同期这上面了。另外一个 ERP 它业务稍微复杂一些，表稍微多一些，它跟普通开发相比，最重要的就是表多一些。我们已经看到它重新 DB 同期已经结束了，我们点一下刷新之后，正常应该能看到效果了。这下我们的页面显示出来了，我们可以看 URL 这部分啊，就是这个地方 CMP 的话其实是公司名称， MI 的话是 form 名。当然我想进另一个 form 的时候，我们这个公司进另一个 form 的时候，我直接输入名字一回车也是可以的。我就简直说一下这个东西啊。我们点编辑，这回我们点保存，看会有什么效果。因为我们看见它自动的就给你进行这个 必入力 check。让我们比如说输进去 M001，商品名叫抖音，保存，我们看已经保存了。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master 页面。我们到 ERP 开发现场 ，ERP 开发现场里头，一般的情况下啊，就是贩卖组是最大的，所以如果你经验少的时候，肯定是先进贩卖组，贩卖和购买这2个组。最开始的时候，你对你的能力也不了解嘛，而且你刚开始不知道会做什么，就会让你做一个这样的 master 页面。从这开始一点点来。其实你看着这个页面很小很简单，其实也不那么简单。比如说再扩展一下啊，比如说我这表里头，那它有各种各样的属性设置。你比如说我这 field 2是什么意思？其实我别的地方参照这个表的时候，或者参照我这个 form 的时候，它会自动显示2个东西。Lab 项目的时候会自动显示的东西给放在这边，你配一下就完事了，最多是2个，多了配不了。那你比如说关于页面的东西，其实也有很多东西要设的。我们简单页面是这个样子，我们页面其实还可以设，比如说我们这个页面的主要的 data source 用哪个表，我们是可以配的，我们可以选的。当然我还可以有多个 data source 的时候，那么就复杂了，一个的无所谓，选不选都行。比如说我这个要做 workflow 的时候，那么这个可能需要配一下。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这里的 data source 我点上之后，这个表我这个页面里允许不允许它进行新规，允许不允许进行修改。比如我不允许新规不允许修改的时候，我就给它 no 的时候，我这页面进来之后我智能显示，它这按钮可能就连着保存面按钮什么编辑按钮都没有，允不允许删除，这都是可以的，是直接配的。添加的时候是在第一行加还是在最后一行加，最后一行要不要加，能不能让不让加，而要不要加空行。比如说我进来之后我也不让它显示一个空行的时候，我就可以给它显示成 no。 当然这里头属性还有其他一些个。另外一个比如说我这不是一个表，我多个表是怎么办？那么可能要跟其他表进行结合，2个data source的时候，这2个表怎么个结合方式？
比如说可以 active， 可以 inner join， 可以 outer join， 可以 exit join， 或者 not exit join， 都是可以做的。然后其实你看着很简单的东西，但是你要是说这样做业务的东西的时候，就变得复杂了。尤其有的你看贩卖中文有的表示它是带 header 的，它是带个 header， 然后下面是带明细的，它有明细行。那么你明细行这种操作它就变得复杂了。而且我们这个 form 里头，其实这个 data source 里头，我们右键一下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各种各样属性的，各种各样的 method 的可以进行写的。当我这条数据 active 的时候，我选中的时候，就是 active 的时候，我做什么操作？比如说我选中 header， 我做一个东西一保存，把明细一系列东西全给变掉的时候，一扩更新的时候怎么办？我进行 check 的时候怎么办？这些方法都需要你自己去到现场去学去调查，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学会的东西。但是你有开发环境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来研究，自己来练习，你就明白了。而且这个寄存里头也是有，你也可以动，你也可以查它寄存的 source。我说的是这个 source 的方法，当然还有 event， 还有这么多 event， 你可以试装它。你非洲到的时候，比如说我的 code 还有一些方法也可以试装 ，event 也可以试装。要不光这个东西，我 table 也一样，我可以试装一些方法 method， 所以这就特别好玩的东西特别多。但是我简单基本东西我配好了之后，其实它就可以用了。我先抛砖引玉一下，还是那句话，我6月份可能要到次城那边待1到2周，可能没办法及时更新。大家把学到的东西先简单消化一下，回来之后下一节我会讲一下 customize， 比如说我就在寄存的这个贩卖中文里的某一个里头加几个字段，我该怎么加？这已经是系统自带的表了。那么我 customize 怎么做？下次做这个东西。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再见。